鸟，就算有人这手继续忙在家浩渺，不管任何地方，有你就会明了。有你世界不单调，就算有人这手继续忙在家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最近这段时间，宁医生和舒医生除了手术时间，几乎从早到晚都在一起呢。他们俩不会真在一起了吧？你妹妹现在天天泡吧，你这个做哥哥的都不知道管管。这个向医生我见过，不像是坏人。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宁教授跟师母可真是可怜啊，现在整个医鹊桥相会啊，和医生谈恋爱真是辛苦。耶，漂亮！你这波恩爱秀得太有水平了，是吧？我也觉得挺过瘾的。来，我给你换上吧。我来。哎，我自己来就好，我自己来。你跟我还这么见外啊？宁薇姐，丁丁，你别误会，你别误会。放开我！丁丁，你真的别误会，我只是在帮他换下领带。他领带都脏了好几天了，所以才帮他换个新的。你自己不会换吗？他没时间换，那也用不着你给他换。哎，你不是说好一起去图书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师傅，开快点！丁丁。高医生，我这真的没事吗？你先安心配合我们治疗，你这有点术后感染，把炎症消下去，应该就没什么事了。那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消炎嘛，还是需要一个过程。不行，你得给我个确切的时间。这个真没法保证，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，有的人需要1、2天，有的人需要好几天呢。那我这种情况普遍吗？这个。哎，对了，高医生，那个36号床的病人要出院了，需要您过去签个字。好，我现在就去，你别多想，好好休息啊。哎，高医生，那你先休息啊。好。高医生，那个36号床的病人要过2天才出院，我看刚才的情形，所以……谢谢啊。那高医生，于佳丽就这么治疗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应该是吧。高医生，让那个等着签约的女顾客来找我吧。她跑了。跑了？对，就刚刚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非要走。我让她再等一等，说你马上就好了。她说不等了，不签了，就跑了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什么呀？世系的事，我经纪人说他已经打电话给你说过了。可能是我忘了吧。你是忘了，还是你根本就不想告诉我？我就是不想告诉你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害怕你离开我。
自从丁丁离开我以后，我的世界一片混乱。直到你再次来到我的身边，我才重新找到了平衡。所以我特别害怕失去你。我不想我的世界再乱。再说，你不是说过你不喜欢再拍戏了吗？我去不去，那是我自己的事情。但是你不告诉我，就是对我的欺骗。陈旭，我以为你经历过这些，你已经可以成长起来，没想到你还是这么自私。子欣，你知道吗，陈旭，我已经为了你，我推过一次。如果你告诉我，我也会为你推第二次。子欣，你什么时候可以学会，眼里不再只有你自己了？情人不知，忍受最深的伤，你全都不懂，还笑我的真，所以前情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坚持？丁丁，把门开开。谁也不管着谁，爱情从不找不知道的后悔。丁丁，把门开开。前情人不知，忍受最深的伤。我实在听不下去了。你干嘛？哎，这失恋3大禁忌：找前任、喝酒、唱悲伤情歌。你倒是3样占了2样啊！你才失恋了。哎呀，你看你这样子，没有失恋胜似失恋。真叫你说准了。房东又招新房客了，我庆祝我有新室友还不行吗？哎呀，不就是换个领带吗？至于吗？现在是换个领带，那下次要换衣服呢？他为什么不拒绝？你全都不懂，还笑我的真，所以前情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的是我如何坚持。为前情人不知，忍受最深的伤，你全都不懂，还笑我的痴，所以前情人不知。该配合你眼中的我。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到家了，到家了，别扰民啊！嘘。丁丁，你一声，来。哎呦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，今天麻烦你了啊！没有，他交给你啊，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先撤了啊！啊，拜。小围巾，小香。等一下。来。你是热吗？拧围巾，我在。不许戴，不许戴他的领带。不戴。
高医生，早上好。高医生，我正找你呢。于佳丽情况不太好，正哭闹呢。你快点把我纱布拆开，我要看看还有没有在流脓。昨天才刚给你清理过，现在还不能拆纱布，一不小心会再次感染的。你拆不拆？不能拆。你不拆我自己拆。哎，不要！哎，怎么回事？高医生，他非要拆开纱布看有没有流脓。哎呀，不可以拆。送他去检查室吧。好，那你跟我来吧，慢点儿。昨天你吐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打电话给小雪了。早餐做好了。我先去医院，想你。以后买领带的事儿，就交给你喽。想得美！喂，你醒了？正准备吃宁医生做的爱心早餐。那你还是先吃完吧，我怕你一会儿恶心到什么都吃不下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看看木一寻微博就知道了。我是一个猫奴，那这次的小脏猫的灵感呢，来自于我以前领养的一只小流浪猫，但是这一次显然是一个有预谋性的抹黑行动。那始作俑者呢，是一个我工作室最近开除的一个小员工。主任，于佳丽现在部分的乳房组织已经坏死了，我准备马上手术。你再耽误下去，她整个胸部都会坏掉。你一直是我最信任的王牌医师，怎么会出那么大的岔子？对不起，主任，这次事故我负全责。不过现在救人要钱，我先去准备手术。高医生，你还好吧？没事儿，继续。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阿姨，你女儿一会儿就出来了。哦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阿姨，我跟您说个事儿，您做好心理准备。什么事儿啊？你说呀。是这样，于佳丽的部分乳房组织已经坏死了，所以我们手术的时候切除了坏死的部分，所以她现在的乳房……她乳房怎么了？可能不太完整。什么？这次您的设计作品《小脏猫》获得了评委会的大奖，您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创作过程吗？首先呢，我要感谢评委对我的认可。我是一个猫奴，那这次的小脏猫的灵感呢，来自于我以前领养的一只小流浪猫。那我想要通过这个作品呢，让更多的人了解跟认识这些在街头上流浪的小动物。其实它们跟我们在家养的宠物是一样的，只是缺少了一个家。能够看出来穆老师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，但近期呢，网上出现了一些您抄袭的言论，您一直没有做回应。
您是否愿意借这个机会来澄清一下呢？其实呢，这些年对我抹黑的言论不少，但是我始终相信呢，清者自清，所以不愿意多做解释。但是这一次显然是一个有预谋性的抹黑行动。那始作俑者呢，是一个我工作室最近开除的一个小员工。我想他是心存报复吧，但谣言止于智者，我相信大家对我自有公断。这次您的作品《小脏猫》获得了评委会的大奖，我们也相信这可以让谣言不攻自破了。最后，您对有志从事设计行业的年轻人有什么期望呢？作品及人品，那成功没有捷径可走，只有踏踏实实的创作下去。这个穆一寻啊，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居然能说出这种话。那些评委也真是，怎么能让他得奖呢？哼，肯定是花钱买的。嗯。唉，不知道丁丁姐知道这个事儿没有？丁丁姐，丁丁姐，穆一寻他，我看到了，想不到他这么无耻。我已经联系其他人了，一定要跟穆一寻斗争到底。好。他是谁？说是来找你的，来好一会儿了。你好。你好。我们认识吗？应该算认识吧。喵。您是白茶老师？怎么不像吗？不对啊，白茶老师的标配不应该是条纹 T 恤和短裤吗？我比漫画里的少年帅是不争的事实，你们也看到了。所以少年是少年，我是我。漫画里的少年虽然没有眼睛，但是看上去就是暖男，你也是吗？对，这点我们很相似。漫画里的少年四季都穿着同一件衣服，像个傻子一样。所以你是少年吗？这个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我们聊点正事吧。啊，你先坐。走。你们是在毁我女儿啊！现在我女儿躺在那儿一声不吭，我害怕她想不开呀。你们现在好好说说，这个事情怎么解决？于妈妈，你们的心情我十分理解。这件事情责任确实是在我们一定不会推脱，该负的责任我们会负起来。您看看，我们现在有个解决方案，你要不要听一下？你说。继续把于佳丽交给我们治疗，我们保证一定帮她把胸部恢复到和以前一样。哼，保证恢复到以前一样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把女儿再放在你们这里的。那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呢？转院治疗，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。赔偿自然是应该的，您希望我们赔多少钱？500万。这500万确实有点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。500万你嫌多啊？我女儿的一生啊！啊，你们把她的身子给毁了，她以后怎么嫁人啊？我跟你们说，500万我都嫌少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是不好好的解决，我就跟你们打官司，我们就告你们。哼，我把你们这个医院搞得身败名裂，我看你们还怎么经营。您先消消气儿。这次手术的失败，主要是我的问题，跟医院没有关系。要赔偿，也是我个人赔偿给您。但是500万确实是太多了，您就是现在把我卖了，我也拿不出这些钱。其实真要闹上法庭，周期长不说，还有可能对您女儿造成2次伤害，它不一定是好事儿。啊，当然，是我的责任，我一定负责，但也恳请您考虑一下我的实际情况。行，那你们说，赔偿多少合适？200万。200万，确实太少了。但是看在你们诚心诚意道歉的份上，愿意承担这个责任的份上，我跟我女儿商量商量，有了答复，我再告诉你们。好，慢走啊。
你真要给他200万？嗯。你怎么想的？就像他说的，我可能毁了人家女儿的一生，付出这点代价，也是我应得的。可你哪来这200万？啊？你既然是医院的一员，这事情不可能由你一个人来承担。但是如果让医院承担大部分，对其他的医生也不公平。所以，这大头的部分，还得由你一个人来承担。另外，医院会为他做免费的胸部再造手术，我们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没事儿，实在不行，我就买房子。您真的要跟我合作？当然，我很喜欢你的小围巾，也相信你的实力。祝我们合作愉快。我实在太开心了，我做梦都想着这一天。过2天我会让人把合同发给你，到时候我们详聊。好，好。那我先走了。我送您。哦，对了，穆一寻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跟朋友聊过了，他们帮我准备了一些关于他抄袭的证据。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扳倒他，不会再让这个家伙耀武扬威。太好了，有你们出手，一定比我们有说服力。您喜欢可以带走。哦，不用，我家里有。拜拜。白茶老师，您慢走啊。冰冰姐，你真厉害，居然能得到白茶的赏识。是啊，我做梦都没想到，竟然要跟偶像合作。对了，白茶是怎么找到你的？对啊，他是怎么找到我的？谢谢谢谢，这次确实弄得挺大，连我的偶像白茶都转发了。是吗？看来白茶还是挺有眼光的。不过，你真的是很棒的设计师，不光有想法，人品还爆棚。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和你合作。好啊，能问下你是设计什么的吗？等合作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先不说了，回见。竟然是他！高医生，我准备去给他做个检查，一起吗？不了。夏医生，麻烦你跟他说一声，我想亲口跟他道个歉。恢复的怎么样？别着急啊，这个东西呢得慢慢恢复，不要心急。高医生，他想见你，当面道个歉。我不见他。那你好好休息，啊。他不敢见你。这个就是于佳丽之前的病历档案，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。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补救？可以做一个胸部再造手术，有把握可以处理好吗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。好，那这个案子就转交给你了。我会一直跟进的，一定要注意后续感染的问题。那高医生他，你觉得他现在这个状态还能做手术吗？
还有人会请他做手术吗？主任，怎么了？那我就先出去了。啊。有事吗？主任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故都是我的问题，我愿意接受医院的任何处罚。你呢，压力别太大。我想过，你先回家休个假，医院会做一个后期调查，等到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弄清楚了，我再安排。可是我别可是了，这个案子我已经转给向医生了，你一会儿去跟他交接一下，就先回去吧。还有，你手头上其他的案例，也先收一下尾，回去好好调整一下。医院对你还是有信心的。好。高医生，医生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很正常的。你要好好休息一下，想开一点。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尽管告诉我。向医生，我是不是还挺失败的？你指哪方面？各个方面。今天可能要爽约了，医院出了点事儿，得加班。建议你去看看高医生。来喝杯咖啡。
你是不会找我的。我懂了，我挺好的，真的，不需要你，还有你那位向医生的同情。谢谢你的咖啡，还有司康饼。这些天我就要带人过来看房子了，您这边应该方便吧？啊，我急等着钱用，所以明白。我这边一有消息就通知您。哦，对了，如果确定好了买家，恐怕您又得搬家了，所以我建议您提前物色好住的地方。我们这边呢有几套不错的房源，您要不要看看？不用了，有需要我再找你们。好，那高先生，我先走了。什么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他怎么没和我说啊？他也没和我说，我还是听向医生说的。那个哥，你还是放不下他？不是放不下，就是……好了，这件事交给我吧。消失在人海，谁该被责怪？多无奈，笑着流泪 ，Say goodbye。无奈现实，若是非，太多诺言被搁浅。你要的未来，我怎么给？心疼你受委屈，空流泪，无人安慰。关于你的你怎么？全过问是非，只能假装填了心，不闻不问。您怎么来了？手机没人接，家里也没人，我就知道你到这儿来了。哎，你把房子卖了？快了，哎，过2天就搬家了。钱凑够了吗？哎，差不多了吧，加上买车的。我不告诉你们，就是怕你们牵扯进来。我能想。现在住的地方找好了吗？还没有找到合适的，我想先住酒店呗。要不去我那儿住吧。算了，毕竟小璇现在……放心，你看我现在不是没事吗？但是你看我有手有脚，对吧？放心，我自己能行。别撑着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。好，好。哎，对了，别告诉依然，我怕他担心。
哎呦，我没事啊。用力的开枪。你就是天边的星辰，我的伤悲如此遗忘。哥，你昨天晚上好像回来的很晚啊。高人虽然比较消沉，但是还没崩溃，应该没什么大碍。我不是问这个。不过如果他真的把房子卖了，他就真的没地方住了。你放弃他了吗？他现在对于我，就只是我哥的好哥们儿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你要是真能放手，那还挺好，开始一段新恋情也没什么不可以的。说什么呢？我听说向医生啊，哥，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，你还是关心关心嫂子吧。你把人家逼成女超人，可就不要你了。丁丁又怎么了？我正要去看他呢。还不是那个穆一寻把丁丁姐的版权偷走了，愣说是自己的，还发售周边。丁丁姐去找他理论，还被羞辱了。哎，你先听我说完。丁丁姐已经找了好几个被他坑过的人，现在正要联名揭发他呢。这事啊，应该快结束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才告诉我呀？还不是因为你太忙了，丁丁姐不让说嘛。结果你可倒好，不关心就罢了，还整天和舒依然腻腻歪歪的。你瞎说什么呢？我怎么瞎说了？你还是想想怎么哄好我嫂子吧。对不起。又是微信，没成。先发微信再道歉，双重成。
那